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写道：幸福的样子千篇一律，而痛苦的样子呢却各不相同。这句话呀，用在股市里也是无比的契合。前面的内容我们详细讲了巴菲特是怎么用股票来赚钱的。其实除了巴菲特呢，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能赚钱的股市大佬，因为他们都抓住了投资股票的核心，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交易体系，所以他们都是千篇一律的在赚钱，成为了我们望其项背的人物。而大多数的投资者呢，有的根本不懂股票，有的只是一知半解，于是在他们的投资之路上会遇到各种问题，除了要不断的忍受各种痛苦之外，收益呢也在不断的亏损。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最常见的导致你投资股票亏损的操作，除了会告诉你这些亏损现象的背后本质是什么，还会给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希望你一定看到最后。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投研社，我是社长老韭菜。本频道专注于投资研究分享，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朋友少走弯路，提升回报。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支持我们。第一呢，是依赖消息。有很多投资者啊，都很爱听各种消息，不分析、不研究、不判断。试想一下，普通人买个手机、买个洗衣机什么的，都要详细的货比三家，关注各种参数配置、优惠活动，甚至购买渠道等等等等。然而呢，进入到了股市之后呢，对钱的概念完全发生了变化。听到一个什么所谓的消息，1万甚至10万块钱买股票都可以眼睛不眨一下的做出决策，多么可怕！为什么说听信消息炒股不靠谱呢？因为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几千只股票，每只股票都有消息，每个能上网的人都能对这些股票呢评头论足，即使是机构也不能保证自己得到的消息是准确的，更别提我们散户了。再者呢，即便是有消息属实，但当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时候啊，这个信息啊，基本上世界上该知道的人大部分都知道。与其迷信这种消息去买股票，还不如丢骰子去买股票，至少骰子是绝对随机的，对你没那么大的恶意，但放出这条消息的人却是奔着收割你来的。怎么理解呢？我们来推演一下。假如你看到了一条利好的消息，同时别的散户也看到了，大家都冲进去买，结果呢，就是机构正好卖给大家，他们套现离场，普通人呢变成了高位接盘的人。假如你看到了一条利空的消息，同时别的散户也看到了，大家都一股脑的卖出，结果正是机构正好在低位大量买入便宜的筹码，为下次的高位抛出呢做好了准备。弄清楚为什么自己总能看到一些诱惑性信息的本质之后，我们可千万不要再上这种当了。既然依赖外界信息炒股危害这么大，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去做呢？其实它的背后是一个很常见的心理学现象，羊群效应。在投资市场当中啊，众多的投资者就像一只只的绵羊一样，总是随着大众而往的一个方向跑，所以呢，市场的消息才能快速的影响大众。那举个例子呢，人们都喜欢听专家的投资观点，学习专家推荐的炒股方法，天天听股评等等等等。那这就是羊群效应的表现，都是人们不喜欢独立思考，喜欢跟着羊头走的非理性行为。那消息到底能不能看？当然能，但必须与股指、股价所处的阶段、位置、走势相结合，坚决避免做利好消息兑现的高位接盘侠或利空消息出尽时的割肉侠。此外呢，我们即使根据听来的消息炒股赚到了一定钱，也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不是长久之计，也不是稳定的投资方式。我们一定要具备良好的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不要盲目的跟风，要有自己的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建立自己的投资规划，以长期稳健的投资为目标，同时还要注意控制风险，不要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一只股票上，降低投资风险，以期在股市中呢获得稳定的收益。那第二种情况呢，是追涨杀跌。追涨杀跌这个词啊，大家比较熟悉，意思呢就是在上涨的时候买进，在下跌的时候卖出。那这个词啊，原本是个中性词，只是一种单纯的操盘方法，那没有什么褒贬，但慢慢的呀，追涨杀跌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成了所有人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还是由于大部分的投资者呢，不具备真正追涨杀跌的能力。很多人的经历是这样的，追涨追在了山顶上，杀跌杀在了最低点，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判断到底涨是不是真的涨，跌是不是真的跌，所以呢就不断的亏钱。随着亏损的增多，追涨杀跌也被污名化了，变成了投机的代名词，专门只看见股价上涨怕错过就想追上去，看见股价下跌害怕亏损就平仓，这样的操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贪婪与恐惧。其实啊，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投资者追涨杀跌主要是因为两种错误的观念。
分别呢是代表性偏差和赌徒谬误。社长给大家讲明白这2点，希望大家在投资的过程中可以克服它们，建立良好的投资心态啊。首先呢是代表性偏差，什么意思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在纸上或者心里想一下答案，那就是如果你随机挑选一个数字的话，你觉得拿到6666的概率大，还是拿到15834的概率大？对于这个问题啊，很多人觉得随机的号码都是比较乱的，像6666这样整齐的号码呢是很少见的，因此断定拿到15834的概率会比较大。但从概率的角度来说，这2个号码出现的概率是一样大的。像这样凭借主观印象以偏概全的行为呢，就是代表性偏差。在投资中啊，代表性偏差的身影随处可见。比如在牛市中，许多投资者看到短期内股票的收益不断在攀升，觉得市场呢还会涨，再不上车就晚了，于是忘记了风险，都去追高，最终呢买在了山顶上。而在熊市中呢，看到股票一直下跌，大部分人只看到了风险，以为市场会一直跌下去，纷纷出逃，生怕跑慢了，最终跌在了山谷。那这样一来呢，一次完美的追涨杀跌就出现了。我们再来看看赌徒谬误啊，社长还是用一个问题呢说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如果小明扔了5次硬币，5次的结果都是正的，那么再扔一次，正面还是反面出现的机会比较大呢？很多人觉得5次都是正，那么第6次出现反面的概率一定会更大。但实际情况是，不管前面的结果是怎么样，重新抛硬币正反面出现的概率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赌徒谬误。在投资过程中啊，很多投资者也经常受到赌徒谬误这种错误观念的毒打。在股市多次大幅下跌之后，很多投资者都会觉得市场应该要反弹了，基于对股价抱有否极泰来的错误想法，很多投资者呢都热衷于抄底，但很多时候却抄在了半山腰上。长期来看呢，影响股价是否反弹的根本因素是公司的业绩，而不是下跌的次数。如果上市公司经营不善，那么股价会一直跌下去，直到退市。因此在投资中呢，我们要努力克服这种错误观念，立足价值投资，才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投资收益。第3种情况呢，就是不知道如何止损。一提到止损啊，很多人心里就很不舒服了，甚至说我来股市就是来赚钱的，不是来亏钱的。经常在股票账户里看到的情况呢，就是当需要用钱的时候，会先卖出赚钱的股票，而把那些亏钱的股票留下来，不断的加仓，以期待呢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股票重新涨上来，从中获得收益。其实呢，这么想是不对的。炒股啊，就好比开车，开车的目的是前行，但是刹车却是必须的。对于炒股呢，止损就好比刹车。在股市里，出事故的概率非常高，如果没有止损这个刹车，风险就会无限度的放大，几次下来啊，就会让你的账户受到重挫。而你账户一旦亏了50%，就需要100%的涨幅才能回本。到这个份上，不说赚钱了，就是回本都很不容易。所以通过止损呢，把风险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保护本金的安全，是炒股的基本功之一。上面呢，就是认知亏损的第1阶段，也就是认识到止损的必要性。炒股一段时间的朋友啊，基本都能到这个阶段，但是实际交易中呢，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止损很难执行到位。因为一旦亏损呢，就会出现以下的心理，比如说再等等，股价马上就反弹了，大盘这么强，我的个股也会反弹的，这股有这么多概念和利好，目前下跌是短暂的，算了，都跌成这样了，干脆拿着吧，相信总会回来的，等等等等。那面对亏损呢，我们会找出各种理由来搪塞自己。这种现象呢，在股市是相当的普遍，因为这就是人性。人性天生呢是趋利避害的，当危险发生的时候，人性第一反应就是逃避。对待亏损呢也是如此，但是在股市里，逃避往往意味着亏损风险的无限放大。经历过无数惨痛的教训之后，你慢慢会认识到，股市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这意味着炒股出错是必然的，那止损呢也就是必然的了。假如说你入手后就开始亏损，这是市场给你发出的明确信号，告诉你这次入场是有问题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你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抽身离开，寻找下一次机会。这就是认知止损的第2阶段，摆脱心理障碍，坚决的执行止损动作。那到底如何止损才是更好的选择呢？怎么执行下去？对于一般大多数的趋势性投资者而言呢，通常就是设定自己的止损纪律，比如设定固定的止损比例，一旦亏损到达这个比例呢，就止损离场。优点呢是忽略了主观的情绪，那缺点呢就是非常的机械，容易忽略基本面。第2呢，某些人关注趋势指标的变化，当指标发生异常，认为趋势向下时呢，进行止损点的设置，一旦突破了预设的下限，就止损离场。
那对于价值投资者而言呢，通常没有止损的概念，而重点在于在公司的基本面和预期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旦这些变化已经使得公司的现状和当初自己投资这家公司时的理由不一致时，就应该果断地进行卖出。无论这只股票是盈利多少或是亏损多少，都应该马上的卖出。但这里社长要再次强调，方法表面看起来不难，但实际在做判断和执行的时候呢，是很难的。只有我们对止损有了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并且能够成熟的为自己的决策负责，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第4种情况呢，是不止盈。止损呢，大家都可以理解，因为它可以帮助大家减少股票的损失。但是很多人呢，就不理解止盈的意义了。比如我本来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却在你赚钱正开心的时候要你停下来，任谁都不愿意。所以有些人啊，根本不会考虑止盈。那么关于止盈呢，佛经上有一个小的故事，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从前有一个人家里很穷，穷到家徒四壁，仅有一张长木凳呢，供他在晚上睡觉。佛祖看他可怜，就给了他一个装钱的口袋，说这个袋子里啊有一个金币，当你把它拿出来以后呢，里面又会出现一个金币，但是你必须把钱袋子扔掉之后才能花这些金币。于是啊，他就不断的往外拿金币，整整一个晚上呢都在往外拿，没有合眼，地上到处都是金币。即使这样一辈子什么都不做，地上的钱也足够他生活一生了。可是每当他决定扔掉那个钱袋子去花钱的时候，又都觉得舍不得，心想还可以再多拿一些金币出来。于是他就不吃不喝的一直往外拿金币，直到整个屋子都装满，他还是舍不得把袋子扔掉。最终他虚弱的连把钱从口袋里拿出的力气都没有了，死在了钱袋的旁边。或许你会觉得世界上不可能有如此可笑的人，可是我们在炒股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投资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啊，买入的股票有了盈利之后不会及时的止盈，随着股价的上涨呢，贪念越来越强，依然期望着股票能继续上涨，直到某一天股价回落到买入价，甚至亏损被套，这都是贪婪的后果。所以啊，股市中有句话叫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才是师傅。那很多股民啊都懂这个道理，但是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却是少之又少。止盈为什么如此困难呢？首先，侥幸的心理作祟。很多的股民朋友啊，尽管也知道趋势上已经到了止盈止损的位置，但由于过于的犹豫，总是想再涨一点或者再跌一点就止盈止损出局，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时机。那其次呢，价格频繁的波动会让股票投资者犹豫不决，经常错误的止盈止损，会给投资者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从而呢动摇投资者下次止损止盈的决心。最后呢，是过于贪婪，有些投资者在趋势已经到达止盈位置之后，总是抱着还有盈利的空间而不愿意刹车止盈。那么股票止盈有哪些方法呢？我们还是要分2类人来看啊。如果对于趋势性投资者而言呢，常用的方法是动态和静态止盈2种方法。那静态止盈很简单，就是在投资股票之前就设定一个涨幅或者目标价，当股价涨至该指标的时候呢，立即卖出。那这种方法呢，简单粗暴，非常适合大盘没有很大的行情，或者是处于震荡时的周期。另外一种呢是动态止盈，动态止盈呢较为复杂，是根据股市大盘的趋势以及个股的走势变化，及时的对止盈的指标进行更正和设定，并分批的进行止盈减仓。当然有的卖的低，有的高一些，但平均下来呢，能够在比较合理的中等价位上有个不错的止盈结果。如果对于价值投资者而言呢，止盈通常是不存在的，和止损的逻辑呢是一样的，只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公司的基本面和预期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如果其已经背离了我们的投资初衷，就应该果断的卖出。总之啊，想要持续的让自己盈利，就得学会止盈。如果说止损技术决定了生死存亡，那么止盈技术体现了盈利能力。而我们投资股票不就是为了赚钱吗？所以止盈真的很重要，一定要重视起来。第5个常见的错误呢，是频繁交易。顾名思义啊，频繁交易就是短时间内在市场里进进出出，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什么说它是投资股票时的大忌呢？其实背后有3点原因。第一，赚不到分红。众所周知，股票赚来的钱可以分为2个部分，利差和分红。前期呢是通过低买高卖获得的，只要有能力，短期就可以获得。而分红呢是公司赚钱后分给股民的钱，需要长期持有才能获得。所以当你选择了频繁交易，快进快出，那么就等于先天失去了股票的分红收益。第二呢是增加了交易成本。在股票投资的过程当中啊，投资者买入或卖出股票都是需要承担手续费的。那频繁的交易无疑增加了交易成本，可能有时一次交易带来的收益还抵不上手续费。
第三呢，出错概率变得很大。股票投资是一项赢输不对称的博弈，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我们举个例子啊，在不考虑复利因素的情况下，10元的股票跌到5元，跌的是50%，但要让5元的股票涨到10元，也就是回本，则需要涨100%。由此可见啊，交易越是频繁，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什么我们会出现频繁交易的这种行为呢？其实和一个心理学的现象呢也有关。比如说玩飞行棋和大富翁游戏掷骰子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如果我们想要掷出一个小一点的数字，我们的动作就会比较轻柔一些，想要大一点的数字呢，动作就会比较重。但事实上我们不是赌神，动作的力度啊其实并不可能影响骰子的结果，可我们明明知道这一点，就是下意识的想要去控制结果。为了控制某个不可控的因素呢，人们总是想给自己加戏。比如说等电梯的时候呢，狂按按钮，好像这样呢就能更快一点；打游戏的时候呢，猛击键盘，好像这样更能提高力度。而这种现象呢，心理学称之为控制错觉，即人们倾向于把外面的世界看成有组织的、有序的、可控的，然后高估自己对局面的控制能力。就算你的理性知道这不可能，你仍然会下意识的这么做。那这种倾向有多强烈呢？在一项研究中表示啊，研究人员向受试者呢出售彩票，其中一组呢可以自行选择彩票的号码，这类似于体彩、福彩；另一种呢则不可以，类似于即开型的彩票。那结果呢，彩票可接受的售价，前者是后者的近5倍，也就是说，人们认为自己选出的号码中奖概率会高出近4倍。这个心理现象放在投资中就是频繁交易。面对极强的赚钱的欲望，你会不断的告诉自己，做点什么吧，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其实此时你已经陷入了控制错觉的陷阱当中。那么当我们找到了频繁交易的深层原因之后，我们又该如何克服频繁交易呢？其实可以从以下3个点着手做起。第一，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交易不是一项体力活，而是脑力活。利润不是操作出来的，而是依靠正确的认知来识别并等待符合自身条件的交易机会，从而实现获利的。我们要建立远大的格局观，培养延迟满足、抓大放小的心理，不为短期的利益所纠缠，只做高质量的决策和交易，依靠质量取胜，而不是依靠数量取胜。第二呢，是减少盯盘的时间。盯盘的时间长短与利润的多少是没有必然联系的，长时间的盯盘只会适得其反。成熟的投资者啊，都会主动放弃无效的盯盘。交易不是人生的全部，培养交易之外的兴趣，不但有助于提升交易的效率，还能丰富人生。第三呢，是有计划的交易。股票大师佛莫尔说过一句经典名言：交易你的计划，计划你的交易。这告诉我们啊，计划交易可以克服人性自身的弱点，并使得交易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在交易计划中，严格制定出入市资金的比例、盈利的目标、止损位的设置、可能的亏损比等等。当这一切都设计好之后，我们的整个交易过程就转化为了程序化的东西。那之后呢，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严守规则就可以了。好了，我们来简单做个总结。以上这5种常见的亏钱操作，你都看明白了吗？其实股票的市场的魅力就在于其不确定性，由于不确定，所以收益也是最高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投资大师们也都遭遇过各种各样的亏损，为这些失误呢，也都买过单。只是他们学习和调整的能力很强，在不断的更新着属于他们自己独有的投资系统。我们无法避免亏钱，但我们要避免亏大钱，长期亏钱。认清亏钱的原因，就可以尽量绕亏而行。在炒股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个投资者必须面对市场的变化，不断的学习改进错误。如果你有以上的错误呢，也没关系，只要尽快的梳理总结及有意识的改变就好了。当然，更重要的前提是充分的投资自己的大脑，让自己了解更多的投资知识，打造属于自己的投资系统。好了，本期节目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你的点赞、关注和转发，我们下期见。